歡迎收看北京不靜音，我是北京。面對真相和良知，我選擇不靜音，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看今天這張背景圖啊，非常令人揪心啊。我們要聊的是發生在香港宏福苑的這場大火。目前的最新情況是，至少已有55人確認死亡，還有一個說法是有279人處於失聯狀態。我想聊什麼？主要針對目前網絡上評論這個事情的有2個不同的角度。那我認為這2個角度各有各的問題。一個角度來自於反賊的角度啊，他們認為這場大火的背後的深層的原因啊，是中共，是一國两制，是亲中共的香港政府不作為，以及這些年对於香港法治啊，以及香港社会各個層面的專業度的一個侵害啊，導致這樣的災難發生。因為已經有17年香港沒有過這樣的5級大火了啊。那麼這樣的角度對不對呢？我一會兒給大家分析。那麼另有一個角度來自粉紅的角度啊，那麼他們認為啊，你看香港這場大火啊，是由於這個屋苑這個單位啊是一個私人產業，所以當它維修的時候啊，只能是由業主們自己成立業委會啊，就叫這個屋苑法团，然後來進行招標。那麼這種私人工程的質量就和政府工程的質量啊有差距。那麼私人這種法团對於工程的監管啊力度也是很低的，那所以催生了這场大的災難。那麼如果換成是像中共這樣的大政府啊，一切由政府來包辦，那麼就不会發生這樣的災難啊。由此他們在誇中共啊，說中國的制度好，產生了某種優越感。這樣的角度當然是有問題的啊。我在之後也會給大家詳細的分析，在中國這樣的災難有沒有可能發生，以及我們知道實際上中國的類似這樣的問題会比香港更難處理啊，因為中國有超過4億套的這種居民住宅。那麼宏福苑是1984戶啊，這個數字也是非常的諷刺啊，1984。那麼我們知道中國有一些密集的小區，5000戶、8000戶、2萬戶。那麼一旦發生這樣的災難會更可怕啊，而且中國有非常多的這種超高住宅。而且自90年代開始建設，這中間的這些工程偷工減料我們就先不說了啊。那麼按照正常來說，那麼20-30年的這個樓也要進入一個維護期。所以你可以認為從25年開始到35年，未來這10年是中國的這種高層建築的一個集中的一個維修潮啊，有大量的建築需要維修。那這些建築維修的時候，誰來出錢？誰來做監管？怎麼能避免這樣的災難發生？也是我們今天要聊的。好，我們一點點說啊。先說反賊的這個角度，我的標題裡說這場香港大火是人禍，因為在中文語境裡啊，我們分天災和人禍。其實簡單來說，就是天災是不可避免的啊，對吧？天上落雷啊，發生地震、洪水啊，這種大的災難是你無法避免的。天災沒有辦法避免，人禍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要注意啊，我們在這裡說的人禍不是指一個具體的個人。比如有人說這次大火是由於有這個外來的勞工在現場去工作啊，那麼就說這些勞工是來自中國大陸，然後他們的素質很低，不遵守規則，包括語言不通，那麼他們在現場呢隨意的抽煙啊，扔這個煙頭，導致了這場火災啊，這就是指向了具體的某個個人。那麼這種因素當然存在，但它不是唯一的原因，對吧？那麼人禍指的還有，比如說有人指向說，他這個維修工程涉及3.3億港幣，那麼是由整個這個小區的這些所有的業主，他們成立了自己的这個屋苑法团啊，由他們來決定我們要維修了呀，現在要找一家公司，那這裡面就存在
腐敗的問題、透明度的問題，以及工程的层层外包的問題啊。当然，这個問題實際上在各個國家這種高度密集的城市啊都會面臨啊。這個一會兒會給大家講啊。那麼人禍指的是在這個法團內部決定了這個工程給哪家公司，以及這個公司是不是又把工程外包給了更小的一些游擊小團隊啊。這裡邊涉及的每個節點上的人，當然他們也都有責任，對吧？當然這個人禍也不單指這些人。我們所說的人禍是一個整體的文化、社會、制度層面的一個複雜的情況啊，混雜在一起，通過這些年啊，最終導致了香港發生這場大的災難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理論上是可以避免的。那很多人有一點不太清楚的，就是說這個私人的這個工程，對吧？和政府工程的這個安全級不一樣，實際上主要說的是它所採用的材料的一個標準問題。現場的2個主要材料問題，一個是它要維護這個外牆嘛，啊，你要搭起這個架子，工人才能去維護這個外牆，對吧？這個架子是竹制的棚架，啊，那它當然是易燃的，是不是？這個竹制棚架首先有問題。那麼還有呢，就是它用的這個阻燃網啊，就是大家可以在一些圖片裡看到，整個这個樓等於是被一個網給包起來了。那這個棚架和這個阻燃網在香港的法律框架內，它是合法的啊。很多人覺得很奇怪，是吧？它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是一個政府工程，它對於這些材料的這個級別要求就比這種私人工程要高，它就會要求你的材料不僅僅是阻燃的。什麼叫阻燃？就是說你拿火去點它，一下子你不能給它點着。但是如果大火，当然可以把它去吞噬啊，就是小火點不着，這就可以達到一定的阻燃，它只要滿足這個標準就可以了。但是政府工程要求不只是阻燃，還要求你的材料要防火，這就高了啊。那為什麼讓這些私人的這些工程可以降低要求呢？是符合香港的这個一些法律法規的啊，就是說你只要沒有對整個這個外立面結構進行改變啊，外立面整個進行一個大的改變的話，你只要在這個標準之下符合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啊，標準制定出來之後，底下去實際做這個工程的公司，那他為了節約成本，他就可以去降低這個物料的採購的成本，而且再加上這些每一個環節的人都要掙錢。那他把這工程一點一點外包出去啊，層層的這個盤剝之後，就會造成這樣的情況。就是這個情況啊，這樣的大火，並不是說在之前港英政府時期就沒有發生過，對吧？這種5級大火啊，還發生過很多起。所以這個你並不能說就一定是香港回歸之後啊，由中共統治，它就會發生這樣的大火，對吧？當然了，它的統治包括選擇了一個親中共的香港政府，它去手伸向香港啊，管得非常的多，就會觸及到過去香港的一個社會結構，一個法治結構，會導致它的混亂。那麼在這種混亂之中，就更容易發生這樣的災難。你只能說從這個角度來說。好，我們今天更主要的主題啊，是來看一看這樣的災難在未來的中國會不會發生的更多啊。粉紅在那裡誇中共的大政府，覺得說你看像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他們的觀點啊，認為在中國不可能發生，因為中國是一個大政府啊，你這些居民樓該維修的時候啊，政府會出面的管。那政府出面去參與了，可能是一些央企國企啊來去做這個工程，那他所用的標準肯定是國家最高標準啊。我覺得這樣去評論這件事情呢，我們先不說它是不是中共派出來的外宣啊，那麼就是太膚淺了。我們知道，剛才我已經講過了，中國馬上要迎來一個維修潮，未來的10年，對吧？那麼多的超高建築啊，首先中國的工程質量就很多的豆腐渣工程。有非常多的這些偷工減料的一些問題。
那麼这些問題啊，你在任何一个全球其他国家发生一個樓啊，比如出現問題之後，它理論上應該是由三方一起來去做這個事情。因為我們首先看啊，這個是私有產權，對吧？你的這個樓啊，這個物業這個單位啊，是屬於你私人的個人財產的。所以當它壞了，理論上當然是由你這個私人的業主來出錢去維修，這個在各國都是這樣的。但是呢，如果是他原本的蓋這個樓開發商的工程質量問題，那麼開發商在這裡面也是有責任的。就是開發商你應該把你的這些工程的跟質量有關係的問題，你應該去做維修，對吧？那如果是時間久了，這個樓要維修的，那當然是由業主來出錢。那麼第三方呢，是政府的責任是什麼？政府不是說我所有的這個社會層面上所有的地方該出錢的我都是政府出錢，政府沒有這麼多錢。中國的這個維修潮這麼多的樓啊，如果全都由中共這個政府來出錢的話，你們知道是一個多麼龐大的一個天文數字嗎？我算不出來啊，太龐大了。就是它會遠遠超過什麼社保啊、養老啊，包括現在要房地產救市啊，比這些錢甚至可能高出10倍、100倍的這麼一個維修費，你是一個無底洞。所以你中國人現在指望說，哎，以後沒關係，我這個樓老了、壞了啊，全都中共這個政府來管，不現實啊，不可能。最後肯定還是你來出錢。那政府幹什麼？你去看一看各國的政府在這個裡面的角色是什麼？它應該是一個這個制度的一個制定者啊，我應該怎麼去制定這個制度啊？大家應該以什麼樣的比例出錢？你們應該自己怎麼去成立這個業委會啊？或者像香港這種無怨法團，你應該怎麼成立？這些成立的過程、招標的過程、監管的過程，那麼都應該符合我政府制定出來的這種法律法規和制度。政府應該去制定這個制度，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去起到一定的監管作用，監督抽查啊，我去看你這個工程是否合法啊，這是政府應該幹的。還有呢，就是提供一些金融工具啊，你比如說，如果讓每一戶都，這一次的這個香港這個社區啊，好像是說要每一戶啊分6期來供這個款啊。大概是16到18萬港幣不等。那我們來想想，如果發生在中國，一個小區啊，我們現在說到年頭了啊，需要去對這個外牆，比如保溫層做一個維護。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很多的小區的這個外牆的保溫層啊，它用的那個材料實際上都是易燃的那種泡沫啊，具體的專業術語我不知道啊，就是一種易燃的泡沫。那這些東西是不是要替換掉？或者年頭久了之後，它是不是應該去更新？那這些費用，如果你攤下來說，好，我們現在每一戶，我們就不多說了吧，5萬人民幣，我估計很多人會不願意花這個錢，掏不出或者不願意掏。你即便整個小區70%的人投票說啊贊成，我們民主決議啊，找這個公司來做這個工程，那剩下30%反對的人，他就會。我拒絕出錢啊，那你怎麼辦？你這個工程怎麼進行下去？所以這就需要政府去制定一些法律法規，去強行的規定這個事情啊，以及負責監管，以及最重要的，剛才我說的提供金融工具啊，比如我政府是否可以提供一些貸款給這些居民啊，非常低息的，你慢慢的來付，每個月來付啊，然後我們讓這個工程能進行下去啊，政府應該去做這樣的角色。那麼中共這樣的大政府，在未來，我們不說這些意識形態問題啊，我們也不說這些政治問題，我們就說最這個關切的這個民生問題，中國未來的這個巨大的這些潛在的隱患怎麼解決？中國這個政府，它有沒有責任心能做到這一步？我們打一個問號，對吧？而且我們要看到啊，一旦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這個事情，它的複雜度會比香港這一次要複雜10倍100倍。為什麼？因為你中央政府可能制定一個大的法律框架啊，表面上看沒有問題，但是到地方執行的時候，這些地方政府啊，那
維修這都是大工程啊，這裡面都有非常多的這個油水可以撈啊，對吧？你有可能中標的是一個當地地方的一個什麼城投啊，一個這種国企，是吧？然後他會把工程外包給一个分包的公司，分包公司具体的，比如我这儿搭一個脚手架，或者今天刷這個牆，這些具體的一項一項工作，他又給分包成更小的一些小型公司，小型公司再分包給那些個體的游擊隊一樣的，就一兩個，有一個工頭啊，帶一兩個手下，就類似這樣的情況。層層分包下去的時候，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撈錢，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去搞這種不符合這個材料標準的一些偷工減料的事情。你想想得多複雜，在中國這個事情，所以怎麼做這個維修的事情，這真的是想起來啊，令人非常的頭疼啊！尤其你看到這種揪心的大災難的場面的時候，未來在中國這個我們講了這1984戶，那在中國5000戶、8000戶、2萬戶的一個巨型小區，如果這麼搞起來，太可怕了。所以我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啊，我是想建議還在中國的這個觀眾朋友們啊，你盡量的選擇不住在這個高層啊，因為高層我們知道你超過12層啊，你這個消防雲梯啊都很難搭上去救人，是吧？有沒有辦法？就是如果你現在是一個高層住宅，你能不能換到低層的住宅去住，換房啊？可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或者離開這種這個人口啊特別密集的這種大型小區、巨型小區啊，換一個稍微小點的小區去住啊，等等，你都可以考慮這些事情。以及呢，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呢，還有一些事情可聊啊，就是說中國人未來會面臨，就是第一次的參與這個民主化的一個決議，就是從你自己小區開始啊，因為你都需要慢慢都需要國家後面可能也會去推行，讓大家去成立類似這種業委會，因為你必須得決定啊，我這個錢怎麼出啊，我這個樓慢慢怎麼維修啊，外牆怎麼維修，下水道怎麼維修，各種各樣的維修問題都會來了。中國人呢，就是習慣於啊，因為過去的這20-30年高速發展啊，會覺得一切都是新的啊，機場也是新的，路也是新的，樓也是新的，對吧？然後以此還嘲笑世界上其他地方啊，你們都落後了啊，現在就是這個中國特別的好。但問題是，這個觀念得轉變，你不可能永遠用新的東西，東西都會舊的，對吧？你經濟也會放緩的。你中國不可能永遠去建新的機場、新的路，對吧？你最後都會面臨一個年久失修的問題。怎麼去維護、維修這些東西？這些觀念、這些制度、經驗，中國需要虛心的向全世界去學經驗的。那麼中國人也這個觀念也要去改變啊，就是我這個東西舊了，我得好好的怎麼去維護它。當然。你自己家裡東西你自己維護了，那如果是一個小區的東西，你就需要跟別人去配合，啊，需要一個民主的一個，對吧，機制來保證我們整個這個小區大家可以去，很透明的、很公開的，我們去招一些公司來給我們維修，費用是多少，然後大家均攤下來能讓大部分人啊都滿意等等的，這個制度怎麼去運行，每個中國人都要學的。那當然，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啊！如果能通過這個切實的你的這個住房的問題，你能夠去學會這些民主的理念和這個運轉的話，那對於未來中國整個政治層面的一個民主化也是有好處的。Anyway 啊，我們今天就聊這麼多啊，我們就是祈願吧啊，香港這場大火能夠盡快的撲滅，盡快的結束。希望這個損失降到最低啊！那麼已經去世的人，我們願他們安息。感謝收看、訂閱、分享。